大家好，来到内蒙古这一趟，我们的西伯利亚加上蒙古内外蒙，我们必须这么讲啊，因为很多人对蒙古的分裂并不是很清楚，让我们就当几天的西伯利亚内外蒙的人吧。呼伦贝尔，那呼伦贝尔呢，非常非常的大光这一个地方就很大了。实际上，外蒙已经独立为蒙古民主共和国。那来到较北边的海拉尔，内蒙的首府在呼和浩特那我们来到这里，面积达到26万多平方公里的呼伦贝尔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地级市，它就有一个地级市就有台湾的7.3倍大。海拉尔以北的旅游，中俄边境的地方，在这儿包含根河湿地，包含了莫尔道格国家公园等等所以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搭乘最长的铁路，我们到世界的秘境呼伦贝尔。什么叫做最长的铁路呢？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连接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跟俄罗斯位于日本海侧的港市的弗拉迪沃斯克跨越了中国、蒙古、俄罗斯3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是很多很多的旅人的梦想。全长总共有9288公里我们每一年的西伯利亚，再加上内蒙古跟外蒙古，我们会体验搭乘一段西伯利亚大铁路但是并不会全程搭哇，这9288公里怎么搭坐太久你们也累所以铁路再加上巴士旅游将会是最佳最好的一个选择。虽然在蒙古它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我相信今天去蒙古的人绝非是为了他的生活条件。如果你要看到先进的一面，我相信你今天也不会选择蒙古了。内蒙古的第一大呼伦贝尔呼伦湖那铁路后面再讲共跨越8个时区的铁路，整个铁路做完大约要一星期。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还是有好几条支线铁路所组成的呼伦湖，中国的第5大淡水湖这一个呢又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其中一个湖泊。湖泊呢广达了2339平方公里，所以中国的第5大湖却是内蒙第1大。绿水青山是它的特色内蒙古总有那么一点神秘感一望无际的草原很多少数民族马背上民族的风光以更大的力量、更实在的这个生态文化的模式呢，形成了绿色生产的方式。这是内蒙古目前呼伦贝尔呼伦湖他们正在推广的生态活动但换个立场讲比较实际的，以前谁管生态对不对我们讲真的以前谁管生态但是呢，当一个国家它在进步的时候，生态它就变得很重要咯，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现在的人，很多人为了地球、为了生态环境而去做保护、维护这一块地球、维护生态环境，这是很正常的以前在我想70、80年前顾生活很重要，生态呢还没想那么多。先进、进步、民主的国家呢，它会越来越在乎生态环境之旅。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名称的由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个广阔的天然草场上，有着两个非常重要的湖泊，一个叫做呼伦湖，另外一个叫做贝尔湖。我们刚刚来到的是呼伦湖，内蒙的第1大湖，中国的第4大淡水湖，5大湖泊其中之一个，跟贝尔湖他们就称为叫做什么姐妹湖。呼伦蒙古语的意思就是水濑，贝尔的蒙语大意思就是呢熊水濑，所以呢贝尔湖跟呼伦湖可以说是一阴一阳。据说2湖当中有很多的水濑。
骏马与草原交织的文化海拉尔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在这儿你将可以看得到所有在这大草原上面内蒙所有文物、人物还有生活民俗的一些记忆。内蒙古自治70，中国内蒙古已经成立了70年了。内蒙古地区经济规模从5.37亿扩大到1.86万亿人民币啊！内蒙古的面积占有中国领土12%，约有118平方公里。这个数字是否让你很难想象？台湾3万多啊，对吧？它那里有118万平方啊，你看看是几倍啊，吓人啊！那内蒙很多的历史的交织啊，在我们以前我们也有特别介绍过哦。这整个为什么蒙古会变成了内跟外？虽然对外蒙古的人来说，就是所谓的蒙古国，他们绝对不承认有内外蒙之称。他们认为呢，蒙古是一体的，内蒙是被割据掉的。但无论如何，在现今这个世纪当中，它是事实。蒙古就是分成了蒙古跟内蒙古，而成吉思汗更不用说喽，他更是在蒙古这个历史当中，中国的历史当中，甚至外国人、日本人会研读的一本成吉思汗的历史故事。而现在的海拉尔市，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海拉尔市，看到了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看看呼伦贝尔里面大大小小的蒙古祭祀啊。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红色的国际通道啊，满洲里。国门景区占地的面积13平方公里，包括了国门、41号界碑、和平之门的主体雕塑、满洲里的历史浮雕、满洲里的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的遗址啊。所以，到我们这里所在，你可以看得到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我们这一趟的中国就是指内蒙嘛，蒙古是独立国嘛，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嘛，等于是三国之旅。来到这。第5代的国门，2008年9月25号建成啊，建筑面积呢也很大啊，2000多块的青灰色的花岗石板镶嵌在这里啊。那在这里呢，国门底下通过的有一个标准的跟宽轨铁路各一条啊，那还有一个41号界碑啊，那41号界碑呢是1993年新建的公路口岸之后，满洲里的国门跟俄罗斯国门之间有了的第41号界碑。讲穿了，说白了，这里所在就是国界了啊！和平之门更是不用说的啊，绝对不会叫战斗之门嘛啊！和平之门，两国之间永远的和平。内蒙古自治区隶属于中俄蒙三国的交界地区，北边呢是俄罗斯的赤塔州，中东铁路由此经过，全中国最大的铁路口岸陆路口岸不是铁路口岸，陆路口岸呢。上个世纪初建成满洲里以来，满洲里便是成了中国、俄罗斯之间当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满洲里设立了秘密的交通点，开辟了由满洲里通往苏联的红色交通线。那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满洲里设立了秘密的交通点，开辟了由满洲里通往苏联的红色交通线，就在这儿啊！作为中国革命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条秘密交通线。它记载了中国的共产党寻求革命的真理，它被誉为拯救了中华民族啊，很光辉啦啊！有没有拯救这我不太了解啊，但是见证了很多的历史故事啊，还有呢，马克思主义也就在这条铁路上呢串联了起来。有没有看到？我们待会儿就要坐火车啦啊！那在这，其实啊，现今来讲，对我们来讲看起来没有什么哦。但是以前这国门出去以后，是什么样的出高嘎郎啊？这对我们台湾海岛型的国家是很难理解的啊。为什么？因为台湾并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接壤着嘛，所以无法知道国与国之间落地连结的感觉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鸡鸣闻三国，一耳望俄蒙。俄罗斯、蒙古接壤的内蒙古满洲里，我们从那儿出发，在欧亚陆路大通道的交通重要枢纽中蒙俄经济走廊，这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
我们从中国的最大口岸陆路口岸呢，我们开始了进入了西伯利亚，而西伯利亚大铁路更是，你看金塔猫出来啊，我们把它叫金丝猫吧，啊，很棒哎哦，那种感受啊，真的亲自来一下啊，亲自来一下啊，感受一下塞外风情，感受一下神秘的地方。我们真正踏上那块土地的时候呢，内心的兴奋之情呢很难以言喻。但我倒认为西伯利亚大铁路，你不用坐到长达那么久哦。第一，它费用非常的高；第二个呢，对很多人来讲，长期的你待在铁路上面，待在火车上面，不是铁路，待在火车上面，你我都得来，我都戏给拍拍照哈，这好像也被受限了什么。所以呢，我们这几年来一直推广的就是一段大铁路。